尊敬的姚老，各位专家，各位同仁，今天我要报告的题目是海外中医药抗疫之新物，以及新冠瘟疫病后期咳嗽的治疗思路。我是来自比利时的王仲斌。从2020年初到现在，我积极学习国内外的抗疫经验，并灵活运用于中医药的抗疫临床中。2年多来先后远程救助西欧多国新冠瘟疫阳性，主要是普通型的患者数百例，并积极面诊治疗新冠瘟疫长期症状患者超过100例，疗效普遍满意。2021年3月，比利时当地主流媒体安特卫普报对我进行了采访，并正面报道了我用中医药抗疫所取得的成绩。下面呢，我从2个方面来谈。第一，就是海外中医药抗疫之新物。在欧洲比利时抗疫2年多的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问题，经过认真思考，大胆实践，获得了一些感悟，分享如下。第一，就是要坚持中西医合作，尽量规避法律及医疗上的风险。基于目前的海外中医现状，我们要坚持中西医合作的抗疫理念，尽量规避海外，特别是欧美这些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医疗方面的潜在的风险。我们一定要借助西医的诊断和抢救措施，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自揽麻烦和风险，因为我们海外中医业者多没有获得当地医师的资格，并没有完全的法律保障，中西合作就更显得有必要了。国内也是一样的，也是要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进行抗疫。海外华人中医专家积极抗疫，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值得称道。但切实推进中医药纳入医疗体系更显紧迫性，可以说是时不我待。我个人在欧洲抗疫之初，大概在就是2020年的3月份，就创新出了中西合作框架下的微信网络方舱，并且在这个框架下面，积极救助过新冠瘟疫阳性患者数百人，都取得了满意疗效。对于部分重型无基础病的新冠阳性患者，海外中医业者可以谨慎接诊。如果患者家里备有氧气包，还有血氧仪的话，更可以接诊治疗。只要测测血氧，如果低了就吸点氧气，那么配合中药治疗，效果一定会很好的。而重型有基础病的住院患者，我们当然也可以争取参与治疗。不过这在欧洲，特别在西欧这些发达国家，机会就比较少，对不对了？但我们不要劝患者只信自己，只信中医药，而应当告知患者及其亲属，应该保持与家庭医生甚至医院传染病科的联系。另外呢，也不要劝阻病人服用退热类的西药，比方说普热西痛，该有发烧，该吃退热药让他吃，不要讲我们中药吃了中药就够了，不要这样说，因为可能会导致法律法规上的一些风险，它的风险。然后比利时有个华人西医，我们都很熟悉的，他就在抗疫之初使用了当时还没有欧盟认证的抗原的检测盒，被人告了，纠缠了3年，身心俱疲。尽管这个抗原检测盒后来都得到了欧盟认证，经济上受损很大，要小心。
特别要小心。胆愈大而心愈小，志愈远而行愈方。在微信网络方舱中，应当坚持每天的查房，并做好记录。新冠瘟疫病疫毒成分混杂，临床症状各异，传变诡异多端，千万不要以自己治疗个别病案的成功经验简单推广到所有的病人。应该积极预防新冠病情突然发生变化，比方说炎症风暴，要时刻警醒远程诊疗存在视诊资料不全以及观察病人失真的问题。西欧这边，我们这个中医诊所，不具备接诊这个传染病的条件，所以呢，只能远程接诊。其他地方可能会好一些。据经过中医药治疗的病人反映，他们比那些没用中药的人好得更快，恢复得更好，而且几乎没有乏力、疲倦以及嗅觉、味觉失灵等其他后遗症状。因此，他们能更快地回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去。我们也观察到，中医针灸对新冠长期症状确实有效，但也要辨证施治，并持之以恒，缓缓图功，而不应追求速效，否则可能会欲速而不达。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新冠瘟疫的病因是一种异毒，而不是普通的六淫之邪。古代医家早已经认识到，某些急性热病可能有别于六淫所致的外感热病，而是一种更为严重的疫病。他们的致病因素可能是一种疫气。比方说，明代吴有信在《瘟疫论》里面，他就创立了戾气病因学说，并且强调瘟疫与伤寒完全不同。他明确指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疫气所感。而清代戴天章的广瘟疫论，他把吴有信的瘟疫三点水的瘟字病名改为了病字头的瘟疫，其用意可谓深长，改得好。各种瘟疫的致病病因是疫气。当然，古医几种有不同的叫法，什么疫毒疫气是吧？戾气毒气戾气乖戾之气等等不同的叫法。疫气本身可能就具有一些类似六淫的致病特点，而且经过了杂合浑浊毒化的演变过程，因此疫气比六淫之邪致病力更强，毒化更明显，致死率更高。但它并不是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之邪，而且导致各种瘟疫的疫气之间，它的致病力、致死力以及其他毒性也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比方说 SARS 和现在的新冠病毒也是不同的。新冠的致病特点、致病因素它就具有发病急骤、病情较重、症状相似、传染性强、易于流行等特点，符合《素问》里面说的五疫之治，皆相难易，勿问大小，病状相似，以及《瘟疫论》里面说的疫者感天地之利气，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出之者即病，邪从口鼻而入等论述特点。因此，新冠的致病因素就是一种疫气，或者叫做戾气。新冠的疫气虽然也具有某些类似外感六淫的致病特点，但它并不是外感六淫之邪。可以这样说，夫新冠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新冠疫气所感。但也可以说，新冠之为病，非风似风，非寒似寒，非暑似暑，非湿似湿，非燥似燥，非火似火，乃天地间多种非时之气杂合浑浊而成的一种特殊的疫气所感。
这种特殊的疫气，就是导致本次新冠瘟疫的中医学上的病因。我觉得将它定名为新冠疫毒，或许更为恰当。就像西医界不会将那个新冠病毒与其他致病细菌和病毒相混淆一样，我们中医界也不应再将新冠瘟疫的病因新冠疫毒与外感六淫、瑞生五邪、七情痰饮、淤血等致病因素混为一谈。当然，这并不否认上述致病因素可能会在新冠瘟疫发病过程中产生一定影响，这也不否认六淫之邪在新冠疫毒形成以及演变毒化过程中可能的作用。比方说，我们中医界就讨论那个初始病因，究竟病毒就是新冠疫毒是怎么形成的，与六淫有没有关系？有人做了深入的探讨，这是很好的。这种新冠疫毒所导致的疫病，我觉得可以命名为新冠瘟疫或者是新冠毒疫。而所谓的湿疫、寒湿疫、湿毒疫、浊毒疫、湿热疫、温热疫等命名，并没有揭示新冠瘟疫的病因，难以反映出新冠瘟疫的实质或者全貌。这些概念似乎是新冠疫毒在机体内外环境影响下所表现出来的病症病机而已。我们还观察到，新冠疫毒变异很快，现在的毒性呢确实是有所降低，但传播速度快这个特点并没有改变。那么这种变异快、传播速度快，这不是就是我们中医所讲的六淫所讲的风性善行而缩变吗？但我们中医界似乎没有重视这种风性的致病特点，风性、风疫、邪风、疫风、善行而缩变的致病特点，没有专家把这种疫病与风联系起来，都是与寒湿、与湿毒、与湿热联系起来，这点值得探讨，值得探讨。新冠疫毒确实具有湿邪的一些特点，特别是在第一波、第二波疫情中，全身乏力困重、腹泻之症尤其突出，这就跟我们中医的湿困湿邪好像是密切相关。但后来几波这个疫情全身乏力困重大为减少，腹泻也不再特别多见，而湿性黏滞、缠绵难愈的致病特点，我们也没有观察到，也就是说没有表现出来。因为大多数病例可以用中药在几天之内基本治愈。你讲它缠绵难愈，它不是缠绵难愈的。第三，要坚持审证求因、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最好做到一人一方。新冠疫毒的致病因素混杂，临床表现各种各样，远程看病问诊，四诊资料难免不全，且有可能失真，加上脉诊完全缺失，因此我们很难做到精准的诊断和治疗，更难把握疫病发展趋势。好，今天我听到姚老的致辞，他也谈到了这些问题，有些预测比较难。我们应该尽量做到基本方向正确的诊断，在治疗处方上、给药上做些预判，在给病人几剂中药或者是科学中药的同时，多给他准备几种中成药，一般以5天为疗程，中药不要多给了，因为病情会有变化的，而只给1、2包中药也不太现实，因为病人还要委托朋友来取药，在疫情管控之下，外出取药也不方便距离也有这么远，100多公里、200公里的地方来取药，取1、2包药回去也不合算。
我们一定要注重扶正驱邪，时时固护脾胃。扶正以扶阳为主。《素问·生气通天论》里面说过：“阳气者，若天于日，视其所思，则是而不彰。”扶正不一定需要用补益的药，果断的驱邪也可以扶正，不过易于损伤正气或阳气的治法和方药要慎用。也就是说，不可片面的强调攻邪，苦寒干寒之际，应当斟酌剂量，不是越重越好。新冠的疫病病因病机复杂，并不是好像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单一致病因素所致，故不能纯用汗清下等攻邪之法。即使是阶段性可以用，也不可过用，尤其是不可滥用峻汗大清峻下之法，更何况远程诊治四诊信息不全，尤其是脉象缺如，无法做到脉诊合参，难免就会出事出问题。我们记得《伤寒论》第50条里面说过：“脉浮紧者，法当生疼痛，引以汗解之。假令齿中迟者，不可发汗，何以之难？以营气不足，血少故也。”第61条，发汗后生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各1两，人参3两，加汤主之。就是症都有生疼痛，甚至都有生疼痛，这个症好像是表症，但是因为是齿中迟或者是脉沉迟，它就反映了内在的病机，血少营气不足，所以就不能够继续发汗。你一下子给他5包发汗药、麻黄汤、大青龙汤，这怎么得了啊？抗疫实践充分证明，乱治瞎治不如不治。精心固护正气，扶正就可以驱邪，治为紧要。我们世界上现在发病5-6亿这样的新冠病人，大多数没有得到很完善的治疗，但他都已经慢慢恢复了，大多数已经恢复了啊。说明什么？说明正气，病人的免疫力，我们中医的正气，预病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乱治瞎治不如不治，哈，这就是符合我们谚语里面说的“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中等的医疗”，对吧？就是这个意思。我在治疗第1波新冠疫情发热咳嗽病人几十例之中啊，分别使用过小柴胡汤和藿香正气散加减，麻杏石甘汤和小柴胡汤加减，并加用藿香正气丸，金黄败毒散和小柴胡汤加减，麻杏石甘汤、银翘散和小柴胡汤加减，麻杏石甘汤和银翘散加减，桑菊饮和麻杏石甘汤加减。为什么用这些药呢？就是这个症候比较复杂，需要几个方合在一起。基于欧洲的实际情况，在用药上也要做相应的替换，可用香茹、桔梗、杏仁等替换麻黄。香茹因为药不能完全替换麻黄的，不能完全替代麻黄的，要加桔梗和杏仁。知母、芦根替代石膏之类而且替代疗效呢还算可以的。欧洲大陆是不能用麻黄的，但是英国呢是可以用麻黄的。但英国用麻黄呢，只能用少量，1克2克如果你用了比较多的麻黄，治得了疗效当然也是可以的打了擦边球，但是如果你广泛的宣传这个事，那就可能会有麻烦了。在第2波和第3波的病人呢，我也接诊了超过100例，处方也多是以伤寒经方和温病的实方结合起来运用，总以审症求因、辨证论治、一人一方为要，一般可以在服用5到10剂中药之内，病情得以扭转，症状明显减轻，甚至症状清除，包括开头发高烧，
咳嗽的很厉害的，持续多少天发高烧的，一般也就是5包药能够扭转病情，最多就是10包药，并不是很难治的。后来我又陆陆续续接诊过数百例阳性患者，大多数是远程接诊的，但也有少量他们跑得来了，我们也要给药的给他，也要给他。治疗方法也跟前面差不多，哈，一人一方，基本的辩证，不见得很精确，但是方向是没有错的。啊，甚至后来呢，就用一点中成药，银角解毒丸啊、通血理会丸、小柴胡汤丸啊、藿香正气丸啊等等这样的一个配合，还有是感冒颗粒冲剂啊、清热解毒颗粒啊等等啊，两样或者3样，还有那个川贝枇杷膏啊，配合着运用，适当辩证也能够取得很好的疗效。中药的效果普遍是满意的，但我们在欧洲啊，中药的剂量不必要太大，过大反而容易导致腹泻。欧洲的新冠瘟疫病例，特别是早期的第一波、第二波的腹泻，早期就可以出现，没有经过任何的中西药的物质。藿香正气丸一般都有效果，吃下去马上就会止泻，马上就会好啊。中西物质苦寒伤阳、中阳亏虚所导致的腹泻，其实并不常见。我留意到呢，瑞士的王家洲老师呢要讲夫妻患病这个同病异治，实际上呢，他讲的是很有道理的。我这里经常观察到，同一家人犯病，病症表现不同，治法也有异。比方说，第一波病情里面，有一位吕北华侨，一家4口先后发病，病情都有发烧、高热，持续多少天，腹泻，但其他病症呢各不相同，辨证分型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我在选方用药上也是有同有异，甚至不同，完全不同。个性化对症处理尤为重要。我有这个感觉，你要用一个什么找到一个什么通治的药，我觉得在中医药方面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国内的3药3方很好，对我们海外抗疫也有一定的指导价值，但绝不能够照搬照抄。我还留意到所谓寒湿的真相啊，确实是比较普遍，特别是开头几波，但多表现在胃肠、拉稀、肌表酸痛和舌象、舌苔比较白腻居多，但症型分类总体上并不以寒湿为主。你的3方3药也没哪个药是专门治疗寒湿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类似寒湿真相的背后，它的致病因素的实质我觉得应当择之于叫做新冠疫毒，那种非风似风、非寒似寒这类的疫毒。饮食调养确实很重要，但是猪排、牛排不宜多吃的，还有像国外尽管指的黄油奶酪，在发病期也不宜多吃的。清淡而营养丰富是必要的，过于高粱厚味，包括这些猪排、牛排，包括这些奶酪、那个黄油，并不利于病情缓解，可能会注湿生痰。我们有很多体验的，他就是本来好的差不多了，咳嗽也化了，他就吃了一块猪排以后，然后就咳嗽加重，并且是咳不出来啊，咳不出来，注湿生痰，痰出不来。第四，吸毒所导致的体疲乏力，大多不是正气元气大伤所导致。新冠疫毒阳性患者出现的体疲乏力，多是疫毒闭阻所致，与湿邪困阻存在一些异同。限于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不展开讨论了。但这种体疲乏力可能并不是正气元气大伤所致，一般不宜补气养阳、补血养阴等治疗。我远程接诊过新冠疫毒阳性病人数百人，多是普通型和重型无基础病的患者，普遍
都有身疲乏力的自诉，有的患者甚至自称感到极度疲乏无力，但治疗上基本没有用补益之品。随着易毒啊，你这个中药一用啊，随着易毒逐渐减轻，身疲乏力之症也会迅速改善。呃，今年以来的病例呢，这个身疲乏力的症状不太明显，有些人没有这种症状。这种身疲乏力与新冠疫毒长期症状的身疲乏力之症，病机上多不相同，故不可同日而语，不是一回事。第五呢，要重视对新冠瘟疫病咳嗽的治疗。那么呢，我在后面这一部分呢，再就是新冠瘟疫病后期咳嗽的治疗思路，会把这个事呢一起讲一下。啊，海外中医药抗疫的卓越疗效已经被许多中医业者的报道所证实，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在治疗新冠瘟疫的过程中，需要重视的问题也有不少。前面我仅仅是列出了我个人感悟到的几项而已，但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海外中医业者予以高度重视。只有这样，我们在海外抗疫才能行稳而致远，无往而不胜。下面接着我要谈第二部分啊，我原来准备就是谈第二部分的，但是姚老呢打电话给我，要我多讲一点，我就增加了第一部分。咳嗽啊，一直就是新冠瘟疫病症的主要症状之一。咳嗽往往是疫病的初期症状之一，比方说常见的发热、干咳、乏力三症中的干咳。咳嗽呢，也会贯穿于疫病的整个发病过程之中。在疫病的后期，咳嗽也多是严重困扰病人的一大主症，而咳嗽也可能是新冠长期症状之一。目前国际上新冠长期症状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但新冠长期症状是存在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10月份公布的临床定义，这种症状通常发生在已经确诊或可能被新冠疫毒感染的人身上，通常在染疫后3个月内出现，持续至少2个月，并且无法由其他诊断来解释。新冠长期症状啊，今年以来呢，好像呢不是很多见，也许是我个人接诊的不是很多见去年前年呢，确实这些人得了病以后啊，久久难以恢复，还有很多长期症状，主要表现为失眠、疲乏无力、全身痛，还有焦虑、脑雾、咳嗽等等等等很多病症。那今年呢不太多了，可能是因为新冠病情呢也比较轻了的原因这个我只是谈我个人的感受。这2年多来在新冠新模式微信网络方舱的框架下，我采用中医药疗法救治过数百例的新冠阳性患者，都取得了临床疗效。还面诊过新冠瘟疫后期患者以及新冠长期症状患者近100例、逾100例，包括部分以咳嗽为主诉的病症。我们现在第一个来看看新冠咳嗽的机理来分析。这个新冠疫毒的咳嗽在中医临床上可以明确为外感疫毒所致。它如果分外感和内伤的话呢，它应该是属于外感咳嗽，而不属于内伤咳嗽的范畴。关于新冠瘟疫病，中医界讨论了很多，我也谈了我的观点，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在这里就不再重述。我觉得的话呢，就是新冠这位病，非风似风，非寒似寒，非暑似暑，非湿似湿，非燥似燥，非火似火，乃天地间多种非时之气杂合浑浊而成的一种特殊的疫气所感。或许正因为新冠疫毒的致病成分非常复杂，才让我们中医界
我们国内中医界东西南北中的专家们得出了不同的认识，从寒湿到湿热到温热啊，到湿毒都有。临床上疫病咳嗽的机理多与疫毒侵袭导致肺之宣发与肃降功能失调密切相关。疫病咳嗽常常表现为干咳，而初期干咳与后期干咳机理大都不同啊。初期干咳多是疫毒侵犯上焦之焦末，肺气不宣而致；后期干咳则与疫毒久延，肺势速宣降或阴经受伤，肺势濡养有关。第二就是新冠后期咳嗽的基本治则。对于新冠后期咳嗽和长期症状咳嗽，依然要坚持审症求因、辨证论治基本原则，以及乱治瞎治不如不治的基本理念。临床上既要解疫毒，也要治咳嗽，总以一人一方为要。新冠咳嗽治疗，不论是有痰还是无痰，一般初期以宣肺为主，降肺为辅，中期宣肺与降肺要权衡轻重，权衡轻重并不是平衡轻重。后期应当以降肺为主，宣肺为辅。我们谈的后期咳嗽，就是应当以降肺为主，宣肺为辅。长期症状咳嗽呢，也应当以降肺为主，或者可以佐以宣肺啊。当然还要随症结合，发表清肺解毒化湿除疫化痰止咳平喘润养肺气养阴生津等等不同的方法。我稍微介绍一下宣肺与降肺。中医认为肺的生理功能以宣发和肃降为主，同时掌管体内的气和水液的调控，又肺为焦脏，因此不论是周遭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外邪，或者是疫毒，或者是人体本身内在机能障碍，都有可能伤害到肺的正常功能，造成肺气不宣和肺势速降的病理现象。一般来说，肺气不宣表现为喘、咳、闷、胀、堵塞感为主，而肺势速降呢，则以气逆、胸满、咳、呕、呛咳为主。肺气不宣的咳嗽多发生在外感新冠疫毒的初期，干咳或者是咳声重浊，就像在瓮中一样，伴有胸闷、呼吸不顺、有憋气感，咳嗽不少，有时会咳到面红耳赤、眼角泛泪，甚至滴尿。严重的会咳到胸痛、喉咙痛，甚至腹部肌肉酸痛。如果有痰的时候咳嗽会有明显的痰声，这个时候呢，也可能会兼一些鼻塞、流鼻涕、头痛、颈项僵硬、发热畏寒、体疲乏力、嗅觉或味觉减退等等。治疗上，这个时候应当宣肺为主，常用麻黄、紫苏叶、荆芥前面都是辛温的杏仁是平的，桔梗、薄荷、牛蒡子、蝉蜕、胖大海，这是偏凉的。痰多的可以加入陈皮和半夏这些化痰药陈皮半夏很重要。如果误治或者是失治，新冠疫毒肺气不宣的咳嗽，则可能久延至新冠瘟疫病的后期。这个时候疫病他症尽除，止于咳嗽久延、缠绵不愈，甚至牵延久咳数月，演变成长期症状。这个时候的咳嗽都已经演变成了肺势速降为主。肺势速降的咳嗽，新冠疫毒肺势速降的咳嗽，通常白天不太咳嗽，而晚上呢就比较多的咳嗽，
而且是以睡觉平躺想去睡觉平躺的时候咳嗽特别明显，往往在躺下以后不久啊，就觉得喉咙很痒，就像有一股气往上冲逆，甚至冲逆到胸口、咽喉啊，每次上去就会使喉咙呢痒一下子，胸部在越来越满，越来越满，上去的频率在越来越紧凑，越来越紧凑，最后必须咳出来，或者是喝口水才能够稍微得安啊。这个可能会你喝了口水好了一些以后躺下去，它又来。对于这种易毒后期的咳嗽，治疗上应当以降逆为主，不但要降肺气，同时还要降胃气才有效果。至于宣肺之品，只能稍微左一点，稍微用一点，不能多用。降肺，我在临床上常用前服白钱，前服偏凉，白钱偏温，苦杏仁、苏子、半夏、枇杷叶、玄胡花等药。我还发现白萝卜煎水喝也有效果，因为有时候我的病人里面，他隔得好远啊，是吧？他晚上打电话来跟我讲，他晚上睡不着，咳嗽，一躺下去就咳嗽，药没有。我讲你家里有白萝卜，白萝卜有。我讲你用白萝卜连皮带肉切了以后煮水喝，哎，他反馈来，一吃下去以后就能够躺下去，能够睡得着，说明这个白萝卜也有这种降肺的作用。当然了，第三是肺湿宣肃的咳嗽，肺气不宣和肺湿肃降的咳嗽形态不同，治疗分别应当以宣肺或者是降肺为主。但是在疫病临床上遇到的咳嗽症状并没有这么典型，多半是两种机制、两种病机，肺气不宣和肺湿肃降的两种症状混淆出现，中医叫做肺湿宣肃。这个时候用药就更加要谨慎麻烦一点，多应当在宣肺和降肺之间确定基本治则，宣降之法要注意动态平衡，权衡轻重，要和肺气不宣和肺湿肃降孰轻孰重的病机相契合。在选方用药上更要谨慎，尤其在宣降之品的多寡以及用量上要仔细掂量，你才可以取得比较好的疗效。我们有些病人手上有一些莲花清瘟胶囊、清肺排毒片，还有像蜜炼川贝枇杷膏等中成药，对疫病咳嗽也有一定的疗效，但不可滥用。这些药呢，这几味中成药呢，大多是偏向于宣肺为主的，降肺的作用往往是不彰。而新冠后期的咳嗽和长期症状咳嗽，多应当采用降肺润肺之法，包括降气止咳、润肺化痰、养阴生津等等。还有一个呢，就是温润和凉润，也要了解和注重一下。至于疫病后期咳嗽，或者是长期症状咳嗽，往往是因为疫毒损伤肺经，甚至耗伤肺气，以至于咳嗽久延不愈。这个时候啊，有必要在止咳化痰解疫毒的同时，适当采用润养肺气、养阴生津的方法，但也要注意，应当合理的选择温润与凉润的法度。温润之法适用于病性偏寒的咳嗽，特别是痰少色白、卡痰不爽之症。这个时候可以选择呢紫菀、款冬花、百部、饴糖等啊。款冬花与百部啊都有温润肺气、止咳化痰的作用。由于紫菀重在祛痰，款冬花主在止咳，因此在止咳方中呢，这两味药往往可以同用，增强疗效。但是欧洲款冬花是禁用的，可以用百部替代。凉润之法，这就适合于病性偏于温燥的咳嗽，特别是久咳伤津、干咳无痰之症。
可以选择川贝母、梨、梨皮、桑叶、冰糖啊这些药。当然，这些药对寒痰湿痰是不合适的。这些药啊，特别是梨皮、桑叶、冰糖啊，我在治病过程中用了很多。川贝比较贵啊，用的也不是很多。当然，在中药配伍中，温润、凉润之品可以同用，而温润或者凉润之法，除了选择相应的中药以外，还可以通过中药配伍而达成。不过，在新冠后期咳嗽的润肺选药上面，一般不宜早用、过用玄参、麦冬、玉竹、天冬等滋腻之品，以免过润而辟邪。我们江西的伤寒大家，也是我的研究生导师，饶和生教授，他是特别的强调这一点，不要过用、早用玄参、麦冬、玉竹、天冬等滋腻之品，以免过润而辟邪。第三个大问题呢，我要谈谈新冠后期咳嗽的基础用方。我这些年来啊，在抗疫的临床上啊，基本上以止嗽散和桑杏汤为基础方，并适当随症加减，用之于新冠后期咳嗽或者是新冠长期症状咳嗽这些症候，都取得了满意的疗效。止嗽散是首载于医学新物的，是清代名医陈忠林，他讲是苦心孤诣所创，自称能够治疗诸般咳嗽，且不论新久咳嗽，服之皆宜，被誉为治咳神器。止嗽散这个方子啊，有一些医学界有些人呢写了一些文章，批评他这个药很普通，没什么用。其实不然，临床上主要用之于风邪犯肺、肺湿宣降、表症已去10之8九唯于咳嗽的病症。因为它有这个说表症已去10之8九，特别是里面如果你把荆芥穗去掉的话呢，就更适合了，唯于咳嗽，说明它可以用作于咳嗽后期的治疗，包括疫病。这个方啊，不寒不热，温润和平，温而不燥，润而不腻，既无攻击过当之余，大有启门驱寇，是以克邪益散，肺气安宁。所以对于新久咳嗽、卡痰不嗓的，加减运用得宜啊，可获良效。我个人在治疗新冠瘟疫病后期咳嗽或长期症状咳嗽中，常常用这个方为基础方，随症适当加减，也获得良效，值得推荐啊。这个当然了，疫毒如果外邪已经去掉了，荆芥多可去之不用。这个方里面有些药啊，你像白钱啊、潜伏啊，这个都用的很好的。当然，有时候还要加用桑杏汤。桑杏汤是清代医家吴鞠通著作中的温病调变中所载的方子，具有清宣温燥、润肺止咳的功效。它主治外感温燥症，像身热不胜、口渴、咽干鼻燥、干咳无痰或痰少而黏、舌红、苔薄白而干、脉浮数而右脉大的这一类的病症，属于外感温燥、邪犯肺胃的都可以用。那么像这些新冠的咳嗽到了后期啊，往往是比较合适的啊。微脉调变卷1的原文：秋感燥气，右脉硕大，伤手太阴气愤者，桑杏汤主之。这个方妙就妙在它用桑叶、杏仁、浙贝、香豆豉、栀子皮、梨皮、沙参组成。这个方方解我就不说了。总的来讲，它这个方呢，这个方是辛凉甘润之法，清宣凉润之方，
它能够使燥热除而肺经敷而诸症自愈，所以它非常适合于新冠瘟疫病后期咳嗽和长期病症咳嗽的治疗。临床上与止嗽散配伍运用，用的是不错的。我下面举两个病案给大家参考一下。一个是新冠瘟疫病的后期咳嗽汗，有个姓黎的女性，女比华人，48岁，因为新冠疫毒感染以后，咳嗽呛咳，伴有咽干咽痛1个月，而于2022年1月18号来诊。这个病人说他去年下半年先后接诊过2剂新冠疫苗，但仍然不慎于12月中旬感染了新冠疫毒而发病。当时是以恶寒发热、体温38.5度、干咳无痰、咽干、嗅觉消退、消失等等。他自己呢，听说别人讲用生姜能够化疫的，他用生姜片煮水，并且用比较多的生姜片煮水，服用了5天，他以图散寒驱邪，同时他也服用了普热西通对症治疗，后来又加用了中成药莲花清瘟胶囊治疗，恶寒发热逐渐减轻甚至消失，但咳嗽不见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夜间咳嗽明显，以干咳为主，有时候可以咳出少量的痰黏而稍微黄一点，有时发作胸满呛咳，甚至咳出尿来，咽痛明显伴有咽干，晚上睡不着，有时候睡着了也容易醒过来，那吃饭大小便都可以，舌质偏红，苔少，这个都是面诊的。而烧房脉沉，不太安静，属于是疫毒未尽，肺湿宣降，热壅咽喉，肺经受伤所致的新冠瘟疫病后期咳嗽之症。我就用了桑杏汤和止嗽散加减用了桑叶10克、杏仁10克、百沙参10克、浙贝母8克、生栀子10克、桔梗8克、生甘草5克、前服10克、紫菀10克、百部10克、黄芩10克、金银花10克、连翘10克、板蓝根10克、薄荷6克加一个梨的梨皮同煎，每天吃1包，一包药煎2次或者3次。另外将削掉皮的梨肉与冰糖隔水炖服，每天炖1个梨，分2次吃。那么这个病人服药3天以后，咳嗽减轻，症状减轻，后来又加了几包药，病就这么好了，很快就好了。第二个病案呢，就是新冠瘟疫病的长期症状的咳嗽案。这是一个荷兰男性，56岁，因为新冠疫毒感染后的咳嗽先延不愈2个多月，而于2021年6月20号来诊。这个病人说当年4月初就出现了恶寒发热、体温38.8度、干咳、乏力等症，经过相关检测诊断为新冠疫毒病普通型，服用了普热西痛退热以及其他对症治疗，发热恶寒这些症状呢慢慢好了，乏力呢也有明显好转，但是咳嗽一阵持续不愈，白天咳嗽少，夜间咳嗽多，一躺下就感到有一股气从胸中往上涌，难以憋住，胸满不已，非得咳嗽一阵才会平息，或者当然喝一口水呢，咳嗽也会稍微停一点但过一会儿又会原样发作一次，以至于晚上根本没办法睡觉，痛苦不甘整夜的难以睡着。有时候呢可能会咳出少量的白痰，但卡痰不少，口干，舌质偏红，苔少，脉沉不进。这个也是疫毒犯肺，余毒未清，肺湿宣降的新冠瘟疫病长期症状咳嗽。那么也用的是止嗽散和桑杏汤加减，但是用药呢还是有些不同的紫菀15克，百部15克，桔梗这个宣肺为主的用的少了5克，生甘草5克，白钱8克，前服12克，陈皮5克，桑叶10克，杏仁10克，百沙参10克，连翘银花我仍然用了，因为我觉得它在
降那个易毒方面有些作用，但是我用的很少，每样用5克。芦根用了5克，川贝用了3克，加1个梨的梨皮共煎，每天吃1包，1包药吃1包药煎2到3次。另外，梨弱仍然是加冰糖开水蒸，冰糖呢，梨水连渣全部吞服。这个病人吃了3包药以后，诸症就有明显的减轻。继续服用3包以后呢，就6包，干咳、呛咳、胸满等这种症候大减。那么在前面的方把这个川贝母、金银花连翘去掉，加上夜交藤15克、天花粉10克，再喝了6包，诸症消失，夜睡安眠而告愈，随访3个月，咳嗽没有再复发。下面我就谈谈后面这段的结语。新冠的后期的咳嗽或者长期症状咳嗽，在疫病临床上并非罕见，一般可在审证求因、辨证论治的基础上，选择医学新物止嗽散和温病调变桑杏汤作为基础方，在这个基础上随症加减，要随症加减的，要特别重视宣肺与降肺、温润与凉润等法的权衡应用。再三讲一下，权衡应用并不是平衡应用这个方法甚至可以广泛运用于同类咳嗽的临床实践中。我的演讲，我的报告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各位，谢谢大会组织者。